英伟达创始人黄仁勋一句非常有用的量子计算还要15到30年时间，让量子计算概念股在2025年1月雪崩。而他本想在英伟达 GTC 期间与量子界握手言和，却没有想到，当他将14位最权威的量子计算公司 CEO 和领袖们聚集一堂的时候，暴露出来的却是量子计算市场的混战现状。而这让量子概念股在英伟达量子日之后再次重挫。And at bare minimum, I mean the volatility has been head spinning. 不是我们所预期的，是一个大型的一个反弹。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硅谷101，我是陈倩。我们在2月底上线了一期量子计算的视频，当时的内容注重在实地拜访硅谷的一家量子初创公司实验室，也聚焦在硅谷的几大科技巨头的超导量子研发路线。那当时呢，可能我们确实重心放在科普上，在深度上欠缺了一些。而在视频发布之后呢，没有想到会在业界引发了非常大的水花。我们很惊喜地发现，业界很多一线从业者、投资人和教授主动找到我们，分享了更多这个行业的全球现状，包括不同初创公司的技术路线以及落地应用的尝试。那么这种来自学界和一线研究人员的反馈实在是太棒了，有没有？并且呢，这些技术大神们非常耐心的用很接地气、深入浅出的讲解和我们进行了多次的交流和采访，希望呢我们能够传达给观众们关于量子计算行业的不同派别的现状与技术路线，让我们觉得简直是打开了一个新世界的大门啊！而正值3月英伟达 GTC， 黄仁勋史无前例地召集了数位量子计算业界领军人物之机，我们就来和前沿科学家以及一线的从业者们在一起深度聊聊量子计算的现状、市场和商业落地的希望。黄仁勋是不想与量子界交恶的，这也是为什么英伟达会在 GTC 期间呢大费周章地举办量子日。虽然量子计算之后可能会对 GPU 带来一定的威胁，但是从英伟达布局的 CUDA-Q 推出全球首个 GPU 加速量子计算系统 NVIDIA DGX Quantum， 以及 GTC 期间宣布将在波士顿新建的专注量子计算实验室这些动作来看，那黄仁勋的本意呢是想牵手量子界，在开场承认一下错误，但是呢他一开口，不知道是有意还是无意啊，就给这场论坛呢奠定了非常drama的基调。I didn't know they were public. How could a quantum computer company be public? 老黄在开场的时候直接就说，我都不知道量子计算公司已经上市了。这也反映出在此之前呢，大众对量子计算行业的关注度真的是非常有限啊。真没有侮辱针对任何一个，只是在座各位都是渣渣。你们这种只烧钱不赚钱的公司怎么能上市的？伤害性不强，但是侮辱性极强的一句话。所以黄教主邀请的量子计算的公司越多，对量子产业伤害越大。我们的采访嘉宾 Joe Han 在量子计算领域有着超过13年的产业经验，也是 D-Wave、IonQ、Seek 等多家量子计算公司的早期投资人，同时也是世界上首家量子计算软件公司 OneQubit 的联合创始人。他认为量子日当天的3场 panel 论坛当中的14家公司，每一家都在描述自己的宏伟蓝图，表达自己的技术最具有优越性。但显而易见，这14家企业的量子整机相互之间几乎完全不兼容，这个现象本身就是量子界最大的挑战，无法统一路径，无法达成共识，无法协同，无法产生经济效应，无法高效利用有限的专业人才。But when we focus on superconducting, we can make very, very large numbers of qubits. Quantum processors, they're living organisms. Semiconductors, to optics and lasers, the highly reliable qubits. This year, quantum computing. 那这也是为什么黄仁勋想通过量子日呢，向外界传达这个前沿领域的最新进展，但是事实却弄巧成拙，反而呢让外界意识到如今量子界面临的众多挑战。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和行业人士们一起来梳理一下黄仁勋请来的这10几家前沿公司所代表的技术派别，他们各自的发展和商业化落地的情况。那我这里先打一个预防针啊，这个量子计算这个题呢真的是特别的技术，特别的干。我们呢也试图用一些非常浅显易懂的例子来帮助大家去理解哈。那如果大家有觉得什么地方不准确的，也欢迎和我们交流。
首先呢，我们就来讲讲科技大厂们最喜欢和青睐的超导量子路线，它被比喻成水流般波动的电荷。通俗解释来说，在超导体当中，电路中的电荷不再像粒子一样随机运动，而是像波一样集体运动，展现出量子的波动性。超导量子比特它利用的是超导体的这么一个很神奇的量子特性，所有这些电荷呢，它是像波一样的做集体的运动，体现出了一种量子的波动性。所以呢，如果我们把这个超导体做成电路一样，那么这个电路就像一个河道一样，它允许电流在这个河道中间像河水一样，像水流一样波动。这种不同的波动模式，在这个电荷波的这种模式呢，它就会变成不同的量子的状态。那么人们就可以用这种量子的状态去编码0和1，并且可以利用外界的电磁场去控制这个量子比特的状态，而且让它们发生相互作用。从科技大公司的角度来说，超导量子比特路线是最受到青睐的。我们在上个视频就提过 IBM、谷歌、亚马逊、Rigetti 等公司都采取了超导路线，所以目前来看也是发展的较为成熟一些。其中呢 IBM 注重规模和整机迭代，不断推出更大规模稳定的芯片，自2016年至今呢，已经是交付了超过60台量子计算整机。谷歌呢，已经早期实现了量子纠错，并且主动发展量子纠错技术。亚马逊呢，则是尝试通过猫态降低错误，直接在硬件层面实现量子容错。大家可以回看一下我们之前的视频复习一下啊。而量子界最近的更新太快了，就在我们上期视频上线之后，亚马逊在2月底推出了首款名为 Ocelot 的量子计算芯片，使用名为猫量子比特的创新设计，开发了对硬件需求更低的量子纠错系统。而这种技术类似于法国初创公司 Alice and Bob 的方向。So our technology, the CAT qubit, has the first layer of error correction directly built within the qubit. And it's so powerful, so hardware efficient, it slashes the number of required qubit for impact by up to 200-fold. Think about it for a minute. That's not only reducing the cost and complexity of the system, it's shortening the timeline significantly. If you think of it as in terms of Moore's law, it's nearly a decade of head start we're getting. 那 Alice and Bob 在2025年年初 B 轮融资了1亿美元。同时呢，我们之前视频没有提到的一家走超导量子路线的重要公司啊，叫做 Rigetti， 它的 CEO Subodh Kulkarni 呢，也是被黄仁勋邀请到了 GTC 的量子日论坛上。Rigetti 的创始人 Chad Rigetti 此前是 IBM 员工，在2013年自己出来创办了 Rigetti Computing 公司。Rigetti 的超导量子路线致力于模块化设计，通过多块小芯片互联构建大系统。2022年 Rigetti 通过收购 Supernova 完成在纳斯达克的 SPAC 上市。Rigetti 的路线是将多个小型量子芯片通过可调耦合连接在一起，形成一个更大的系统。这种方法类似于将多个小型乐高积木拼接成一个复杂的结构。通过这种方式 ，Rigetti 能够逐步增加量子比特的数量，同时保持系统的稳定性和性能。The reason we like superconducting is primarily because of its advantages in scalability and gate speeds. We are using fundamentally a silicon chip, so we know how to scale up because of the leverage of semiconductor industry and 5 decades of experience there. And because we are dealing with electrons, our gate speeds are in tens of nanoseconds. And that makes it very easily compatible with the CPU-GPU ecosystem, which is the way we think quantum computing is going to come along. 那总的来说呢，虽然超导量子的路线是各大科技巨头们普遍采取的方向，但是难点在于呢，这个超导系统呢需要在极低温度下去运行，制造和维护的成本都非常的高。我们上一期视频也在实验室带大家看了量子计算机运行的时候需要非常多层的真空罩，就像俄罗斯套娃一样。那同时呢，虽然各大公司在用不同的方式来解决错误率的问题，但是依然需要大量的物理比特来实现容错。那么这样的高成本路线是初创公司们一般不会去采用的，所以呢，我们再来看看其他初创公司们采取的路线是什么样子的。那其中的一派叫做中性原子量子比特，我们将它比喻成空间中下棋的原子灯泡。中
中性原子量子比特的原理啊，就是用激光钳住一颗颗小原子，每个原子就像一个小灯泡，有着2种状态，暗和亮代表0和1，人们可以利用激光让它们之间发生互动，就能够实现计算。这个计算方法的优点在于呢，灵活性。它不像这个超导量子比特，它制造出来以后就已经焊死在芯片上面了。但是中性原子量子比特靠着激光是挪来挪去，人们可以通过调控这个激光的这个光速，可以让这2个比特靠近相互作用，交换信息以后挪走，再和另外一个比特再发生计算。这样的话就大大增加了计算的灵活性。而除了灵活性啊，中性量子比特还能被非常好的统一控制，很容易去规模化。所有的原子它天生都长得一样，但是你如果在电路上面去刻蚀这个超导量子电路的话，那总会有一些工艺上面的这个误差，就会导致每个超导量子比特长得都略微有一些不一样。那么这就需要后期有很多调整，有很多补偿。但是这个中性原子的这个量子比特，它就可以做到都是全统的，然后呢就比较好统一的控制，而且它这个原子呢比较容易获得，所以呢它可以很容易的做到1000个量子比特这种数量级。那么不同的公司怎么玩中性原子的这套灯泡阵列呢？在这个领域啊，前沿的探索公司呢，就包括了 Atom Computing、Pascal 还有 QEra 等等公司。那么以上我们说到这3家公司呢，也都是在英伟达黄仁勋今年量子日的邀请名单当中。那其中啊 Atom Computing 的路线呢，是利用原子内部的核自旋追求长存储时间。原子内部的核自旋是原子最里面的一个部分，好处是它很稳定，很少被外界打扰，所以它能够把信息，也就是量子比特保存很久，这就像是量子界的记忆高手。所以我们上面提到的把中性原子类比成小灯泡的例子当中，可以想象 Atom Computing 公司关注的就是怎么能够让这个灯泡有着超强的记忆力，能够保持记住的状态更久，比如说亮了就一直亮着，不会突然熄灭。Generally, we can make very, very large numbers of qubits. So we're one of the first companies to breach 1,000 qubits, and we can do this with very, very high fidelity. So we can also do operations with these qubits that are just very, very, very coherent. And it also allows us to do things like have all-to-all connectivity, which allows for a variety of quantum error correcting codes and applications to be run on the system. 所以呢 Atom Computing 公司呢追求的是记性超好的原子，而法国初创公司 Pascal 专注于用激光在空间中摆出超大规模的灯泡阵列，就像在空间中下棋，这又被称之为原子阵列。Pascal 公司想将这些原子灯泡来模拟复杂系统，让这些原子之间产生相互作用，用来模拟自然界的规律或者优化复杂系统，用于比如说化学结构、材料结构、城市交通等问题。所以呢，大家可以把 Pascal 公司的中性原子路线呢想象成拼图高手。那么这家公司最新融资的情况呢，是在2023年初 B 轮的融资了超过1亿美元。 We like to call our machines like quantum processors, like very specialized machines that you can use in a complex workflow alongside CPUs and GPUs, but really for specialized tasks. 中性原子路线的第3家公司叫 QEra， 它注重通过可编程原子排列实现特殊优化问题的求解。这家公司有点像把上面的 Atom Computing 和 Pascal 的特点再升级一下。简单来说，就是它不仅要拼阵列，还要能够灵活的编程这些灯泡的排列和互动方式，用这种灵活性来解某些特别难的优化问题，比如说找最优路线、分配资源、AI 训练等等。这也就是说呢，他们想通过编程式的把原子来解特别类型的数学问题。 We can use lasers to control these atoms, basically position them at will and move them around, including both during the computation process itself. And in particular, it allows us to build a processor where connectivity is basically a living organism. It evolves during computation itself, and this is very special. So this allows us to build systems now which have thousands of qubits. QEra 最近宣布完成了2.3亿美元的转换债券融资，投资方就包括了谷歌和软银。那希望在未来3到5年内打造一台实用的量子计算机。
那么可以看出来呢，中性原子量子比特的发展路线呢，是在超导路线之后被初创公司们采用的最流行的路线之一了。但是这个路线呢，也有它的挑战，这就是如何去实现高精度的原子操控和稳定的激光系统，同时呢，如何在大规模系统当中保持各原子之间的高保真互相作用呢，也是一大挑战。你如果要评价一个这个量子比特的或者线路的优越性，我觉得从4个方面来评价：多、快、好、省。就是多就是你希望比特数量比较多，快就是你希望这个操作的时间比较短，能够在短时间内实现大量的操作。好就是你希望比特的精确率比较高，误码率比较低。省就是你希望这个比特要比较容易制备，比如说成本比较低，包括制造和维护的成本都比较低。那么超导量子比特呢，它在多方面呢，目前正在努力。这个中性原子的量子比特在多方面比较有优势，就是它比较容易做的比较多。然后呢，在快方面呢，他们都挺快的。然后呢，在好的方面呢，可能这个目前还是超导量子比特稍微这个误差率更小一点。然后呢，在省的这个方面呢，你说超导量子比特它其实不太省，就是因为它需要很低的温度才能运行，基本上是毫开尔文的这个量级，所以往往需要很大的制冷设备来维持它的运行，所以它维持运行每天的花费也是非常贵的。而这个中性原子呢，相对来说用这个激光基本上可以在常温的环境下面做这个控制，所以相对来说成本上面会稍微少一点。好，我们说完了超导和中性原子的方向，接下来还有一个业界在尝试的主流方向，就是离子阱量子比特。设想一下，把带电的原子悬挂在空中，再用电场捕捉在一个小盒子里，每个离子就像一个微小的钟表，状态非常稳定。之后人们就可以利用激光控制这些离子，就像激光指挥一个完美的舞蹈队，队员之间可以相互配合完成复杂的动作，这就是离子阱量子比特的原理。那这些带电的离子就像一个小小的钟表一样，它会在这个离子阱中间震荡，然后它这个震荡的频率是非常的精确，状态非常的稳定。那人们也可以利用这种震荡的这些量子态呢，来用激光来控制它们相互作用。所以对于离子阱的方案来说，这就像一个舞蹈队。而这个方案中的大玩家呢，包括了 IonQ 和 Quantinuum 这2家。那 IonQ 呢，作为在风口浪尖的量子概念股公司，而 Quantinuum 呢，也是作为备受关注、可能准备上市的这个量子公司自然呢，也是被老黄请到了英伟达的量子日。对于2015年成立的 IonQ 来说，它主打全连通性，希望所有的离子可以相互作用，没有限制。就像我们刚才说到的舞蹈队的类比， IonQ 的舞团成员之间沟通无障碍，反应快，适合小型整体的舞团，这样能够让量子计算简单直观，适合初期应用，比如说一些小规模算法或者量子模拟。 The advantages to our technology is one is you can have a room temperature quantum computer. So it can fit in a rack, and to be honest, it looks kind of boring compared to what you probably imagine, because it'll be rack-based room temperature. The other advantage, because we use optics and lasers, is that you can network them together to do distributed quantum computing to get to larger numbers of qubits. And you can reuse the existing infrastructure of the internet using fiber optics. IonQ 在2021年3月成功在纽约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率先摘得量子计算第一股的称号。而对于同样采用离子阱的 Quantinuum 公司呢，它是美国霍尼韦尔公司旗下的量子计算公司。那目前呢 Quantinuum 以独立实体来运作，霍尼韦尔呢是主要的持股方。Quantinuum 相比 IonQ 的特点是呢，它采用更复杂的芯片设计，可以在同一系统中并行操作，通过移动离子呢实现更高效的门操作。再套用回刚才咱们舞蹈队的类比， Quantinuum 的方案呢就像一支大型的舞蹈团，可以分布式排练与并行操作，也就是说好比能同时在多个排练室进行多支舞蹈的编排，更适合复杂和高效的任务。Basically, we have the industry's highest fidelities. You asked about what's our approach to it. Our approach is to extend the QCCD architecture into higher levels of scale. So we will have
50 logical qubits, so highly reliable qubits. This year, 100 logical qubits in about 18 months, and we see a clear path to millions of qubits early in 2031, 32 timeframe. 但是呢，量子业界人士告诉我们，离子阱路线的挑战在于离子的操作较慢，系统扩展的时候会遇到振动、模式复杂、控制难度增大的问题。它目前来说还做不了很多，基本上是做个10几个或者20几个比特。然后呢，从快的角度来说呢，它的主要问题就是它比较慢，就是这个移动这些离子所需要花的时间是比较长的。而且让这些离子之间相互耦合所需要花的时间也比较长，所以呢，相对于前2种技术，它可能能够慢个100倍左右。但是人们也在这个方向努力的在改进它的这个速度。但是它有一个好处，就是它特别的精确，就是它的这个误码率可以比超导量子比特和中性原子比特都要低很多。而且这个技术可以很自然的和一些芯片的制成的这些技术结合在一起，所以它也可以做成芯片，而且也可以在常温下面运行。所以从省的角度来说，它也是相对比较省的一个方案。所以呢，人们也因此也对它期待很大。其实基于这种超导，它可以在短时间内把它整个的量子体积做得非常庞大，对吧？但是它的指标，比如在它的2个量子比特门链路上面，它的保真度，我们这也叫做准确度吧，它实际上只有98%。但同样的，在量子比特的量子门链路上面，基于离子阱来说，它可以做到大概是99.9，就是小数点位的1个9。但它做不到2个9，它只能做到99.9这样的保真度。但其实对比所谓的这个超导 IBM 做的超导这种庞大的物理量子比特这个系统来说的话，其实它保真度是有一个质变的一个差异的。好，我们接着来说第4个派别。我知道大家快要没有耐心了，但是坚持住。之后呢，我们还会讲到微软最近搞出来的大抓马这个八卦。下一个呢，我们要讲到的派别呢，就叫做光子量子计算，也是呢有几个业界非常重要的公司在这个派别当中了。通俗解释来说，这个派别不再把目光停留在原子或者离子这些蹲在原地的粒子了，而是用飞来飞去的光子当作信息的载体，用光的偏振或者路径来编码0和1。这就像拿光当信息的快递员。光子的好处是可以在光纤中飞得非常快，并且不容易被外界打扰，抗干扰能力更强。但是挑战在于光子本身没法相互作用，因此通常需要基于量子测量来让光子纠缠起来，完成量子计算。你手电筒打2束光，2个手电筒，那个光就直接交叉，就直接穿过了，对吧？它不会互相弹开来。所以我们的生活经验表明，光其实是不会相互作用的。所以人们就需要别出心裁的去想一些非常奇特的方式来让这个光相互作用。那么这个就是利用测量。在量子力学中间，除了你可以通过相互作用、时间演化来让量子系统的状态发生变化，也可以通过量子的测量来让量子系统的状态发生变化。那么在这个赛道当中2个重要的公司，首先呢是加拿大公司 Xanadu， 虽然没有到现场，但是早在2023年的时候，他们就开始和英伟达合作，首次呢实现在超级计算机上模拟量子计算运行。同时呢，还有一家公司叫 PsiQuantum， 也是黄仁勋量子日现场第2个 panel 当中的重要嘉宾。Xanadu 是用连续变量的方式来处理光子信号，通过一系列光学元件来压缩光的某个特性实现计算。比如说分光镜让光走不同的路径，压缩器能让光的某个方向的波动变小，以及呢相位器能够改变光的时间差等等。再通俗一点来说，这种路径不是用一颗一颗的光子，而是控制一束束连续变化的光波，控制一整段光的波动，包括光波的形状和幅度来表示信息，就像调节吉他弦的拉力和振动的方式来编码信息。你可以想象Xanadu 像是一个玩光波魔术的调音师，用一整束光的形态变化来表示和处理量子信息。业内人士认为 Xanadu 没有来到量子日现场有点可惜，因为这家公司除了在光量子基础上的发展之外，还开发了开源软件框架 PennyLane， 在整个量子计算生态中非常重要。
Xanadu 的话，其实它从很早刚成立的时候，它就着眼于 AI 跟量子结合。这次不知道它为什么那么低调，没有出现，对吧？因为它的光量子的话，也是一个蛮有前景的一个技术。然后它的量子的整个及 Panelen 的这个生态，我认为也是至少在前几年早期的时候，实际上是在英伟达还没有做它的 CUDA 的时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软件生态其实在里面。Panelen 是一个量子加 AI 的桥梁平台，让人们可以用 Python 程序的方式把量子计算和机器学习结合在一起。这个框架不仅支持量子机器学习，还能够兼容多种量子硬件，包括我们上面说的光子计算、超导或离子设备都能够对接，同时还支持经典和量子结合的混合计算，所以呢，让 Xanadu 的生态位在业界有着大幅度提升。如果要问我量子生态里面老大、老二、老三乃至于老四的话，我应该是说是英伟达的 CUDA-Q、IBM 的 Qiskit、谷歌的 Cirq 和 Xanadu 的 Panelen。Xanadu 最近一次的融资信息呢是2022年底融的 C 轮，筹集了1亿美元，估值来到了10亿美元。那么另外一家光子量子计算公司的大玩家呢，就是 PsiQuantum， 它的路线和 Xanadu 又有点不一样的话，主要呢是追求用大量单个光子构建巨大集群的状态，目标呢是打造容错量子计算机。PsiQuantum 可以被形容成光子的超级拼图玩家，他们专注于制造出大量的一颗颗独立的光子，然后将它们排列成巨大的量子拼图来执行复杂的计算，目标是做出真正容错的可用的大型量子计算机，可谓是量子界的乐高专业级选手了。 From the very beginning, we've just been singularly, pig-headedly interested in building the very large-scale, universal, fault-tolerant million qubit scale machines that honestly the whole industry has always known would be required for genuinely commercially useful applications. And the approach that we use to build that is we use single photons, so particles of light. We made the first demonstration of 2-qubit gates by our CEO Jeremy 20 plus years ago in Brisbane using those photons. And now we put those on a chip, repurposing the silicon photonics technology that was originally developed for data center applications, and which I was really excited to hear you speaking about in the keynote. We think that gives us profound advantages in overcoming the scaling challenges that face our field: manufacturability, cooling power, connectivity, and control electronics. And that leverage has put us in this position where we're now breaking ground in the next few months on very large scale data center like quantum computers in Australia and in Chicago. 根据路透社的信息 ，PsiQuantum 在2025年3月底的时候，正在以60亿美元的投前估值融资至少7.5亿美元，已经是非常非常大的体量了。Xanadu 里面最具争议性的人物就是 Pete， 他是融了整个量子界所有公司的钱之和的一个传奇式的一个量子科学家和企业家。他所展现的就是也有一点像不是针对任何一位，只是在座各位都是渣渣。我们的光子路线才是未来，代表了未来的量子计算。然后我们已经在澳大利亚已经在建我们的 Fab 厂。我们刚刚从什么 Global Foundry 出来，那种展现出来的那种强势感和他对于故事叙事的那一种自信感，我觉得是也能让黄教主有震撼到的。那 Pete Shabel 非常强势的在论坛上强调说 PsiQuantum 技术呢已经搞定，接下来就是大规模的扩张 scaling 的计划。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呢，光量子路线的挑战在于如何高效的产生、检测和保持大量光子的量子状态，同时呢应对光子的损失问题，都是当前面临的主要技术障碍。光呢它当然非常的便宜，就是招之即来，很省，就比较省，然后也可以在常温运行，这就不需要低温维持，这都是省的好处。然后呢，从多的角度来说，你也有很多光子，但它主要是不够好，它的损失太严重了。就是光在这个光纤中间传播的时候，时不时的光子就丢了，就没了，就损失掉了。所以呢，经常你算着算着，你这比特就没了。而且呢，因为它的这个量子计算和别的量子计算不一样的是，它是基于量子测量所做的量子计算，而测量本身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每次做测量的时候，量子系统是按照一定的概率来产生这些测量的结果的。所以呢，怎么样去设计良好的测量来诱导这个计算按照我们期待的方向进行，这就涉及到很多编码的问题，就是涉及到很多软件层面的问题。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聊聊量子界的神秘宝藏与最近的一个大瓜大抓马，就是拓扑量子比特。微软最近发布了拓扑量子比特的新进展，表示呢可以利用不会轻易被扰动的马约拉纳费米子来构造量子比特，打造更稳定、抗干扰的量子计算机。这个技术路线呢，我们已经在上一个视频当中给大家详细的解释过了。为此呢，我们还浪费了一根耳机线啊，这个视频我们就不重复了，大家去看看我们之前的视频哈。那么现在的尴尬点在于呢，业界不认可微软的发现。在2月，微软发布号称采用了新的物质状态的首款拓扑结构量子芯片的消息之后呢，是引发了业内的强烈质疑啊，要求微软给出更多的实验细节。于是呢，微软又在3月17号的 APS 全球物理峰会期间呢，开了一个发布会，但是依然没有能够说服学界。比如说，匹兹堡大学的量子研究员 Sergey Frolov 就直接开喷，他说，微软内部开展的量子芯片研究是一个欺诈性项目。拓扑量子计算从原理上面来讲，学界对它并没有很大的争议，但是长期以来这个讨论一直都存在于理论和一些简单的实验验证中，还没有真正的被非常明确的实现过。因它相对来说物理还是有点复杂的，因为它涉及一个量子多体相互作用的这样一些费米子的系统，所以呢，这里面往往的有一些信号，它可以有很多不同的机制来导致相同的实验信号。所以关于这个实验数据应该怎么解读，同样的实验数据是否真的就一定是由这个马约拉纳临摹造成的，是否一定意味着它有拓扑保护，这面有很多复杂的物理的上面的讨论，所以学界中也有很多争论。在过去的历史中间，曾经有一些文章声称发现了马约拉纳临摹，但是事实上后来被发现是一些假信号，甚至遭到撤稿。所以呢，这个学界对它目前是相对来说，包括业界也比较谨慎。所以人们期待就是说微软能够进一步的公布更多的数据，然后在将来未来的实验中间，甚至有可能有别的实验组能够重复类似的实验，能够交叉验证这个现象，来确定马约拉纳临摹的真实存在，最好能够演示这些马约拉纳临摹能够用一些移动的方式来实现拓扑这个逻辑操作。那么如果真的能够他们能够展示这些能力的话，那么可能会是一个更加令人信服的证据。所以微软目前为止，它都是一种 in-house experiment， 就是说它是一个内部的一个测试和实验。然后外部的话，其实还没有任何一家机构或研究者说可以复现出这样的Majorana Fermis 的存在的可能。所以这个是一个值得大家比较质疑的一点。如果它真正存在的话，那可能是真正可以加速整个量子计算的这个商业化或者大规模实现的一种可能性。因为拓扑量子比特它从各个指标来说都是比离子阱和比超导要好非常非常多的。比如说超导和离子阱它可以做到，比如单量子比特门电路可以做到3个9，我们说它的保真度可以做到99.9，但可能双量子比特门电路那种，比方说离子阱可以做到3个9或4个9，但是那个超导就做不到，就做到98%，但是拓扑量子比特可以做到7个9、8个9，就是说它小一点后背可以再做到5个到6个9，所以的话它的这种保真度是非常高的。但问题是，这样的 Majorana Fermis 真的存在吗？这是大家蛮期待的一个事情。看起来呢，马约拉纳费米子或者说是拓扑量子比特路线真的是量子计算中人人都想要找到的宝藏啊！但是它真的存在吗？还是只是遥远的传说呢？我们拭目以待了。那么在我们上一期量子计算的播客和视频留言区呢，都有不少的观众评论说，中国团队在这个领域当中呢也做得非常的前沿，那确实如此。这里呢我们也请业内人士来帮我们梳理一下国内的趋势和主要玩家。
中国国内现在也呈现一个百花齐放的一个状态，每一条技术路线上面都已经有2到3家不同的公司已经在进行探索。段栋明段老师的华谊量子为审度代表，那同样的咱们合肥的国仪量子也在做离子井的探索，然后还有郭光灿老师学生所创立的妖正量子也是以离子井，还有一家总部在合肥的启科量子也是以离子井为导向的一个技术路线。那同样的中信原子也是在蓬勃发展过程当中，中国最早的一家以中信原子为基础的量子公司是在武汉，叫中科酷源，但是在过去大概半年过程当中，至少有2到3家中信原子公司正在成立和往前推进当中。这是原子型量子技术路线。那电子型的话以超导，那现有的公司就会是以我们国家的我们叫做中国量子计算长子本源量子为主导的中信原子，它是由郭光灿院士的学生郭国平老师所创立的。那同样的，以前量子通讯为主要的业务方向的国盾量子也在近期加速了对于量子计算的一个投入，所以国盾量子在超导性量子计算机的方面也展现出显著的推进。还有就是总部在深圳的量学量子，他们虽然说是做 NV 色芯的量子教学机，但是在过去2年到2年半的就是公布出来的数据显示，他们也在加大力度投入通用型的超导量子计算机的一个研发过程当中。这一家公司也值得大家去关注。然后这是电子型的，我们最后谈到光子型的。那光子型的量子计算呢，在国内来讲的话，还是处于一个非常早期和推进当中。现在的在这个方面的话，我可能想主要分享的是一家公司，是基于上海的独立量子和北京的正则量子，是由黄磊磊黄老师所带领的一家公司。这2家公司是在真正意义上的就是光量子的计算这个道路上面在往前推进的一个过程。所以你可以看到中国现有的不管是在量子计算方面和量子计算的每一个细分路线上面，都有多家的公司在你追我赶的一个往前去探索的一个路程上面。那更不用提咱们国家最擅长的量子通讯和量子测量方面，也已经展现了一些很让人瞩目的一些成果。所以这是简单的和大家分享一下现有的中国量子计算初创领域的一些现状和发展。那么在上期节目播出之后呢，也有不少国内做量子研究的机构和初创公司来联系我们，包括合肥国家实验室，以及呢用量子计算设计药物的很多初创公司啊。感觉这个选题还可以继续深挖一下，继续的做下去。但是呢，咱们这个视频的时长已经撑不住了，所以呢，我们之后有机会去实地拜访一下更多的这些公司，来聊聊国内的进展。那这个视频呢，我们就先专注在英伟达的这个量子日上哈。最后，其实产业中还有很多其他正在尝试的路线，可能没有那么主流。比如说硅自旋量子比特这类技术，利用单个原子或电子的自旋作为量子比特，就像用指南针的方向北和南来代表0和1。这种方法利用了材料本身的微小磁性，很像传统电子设备，但是在操作上需要更高的精度。代表公司就包括英特尔和澳大利亚的 Silicon Quantum Computing。同时呢，一些大学实验室和政府项目呢也在进行研究。但是呢，由于电子自旋极其微弱，操作需要非常精细的控制，同时环境噪声很容易破坏量子状态，这就要求材料和工艺必须极为精密。所以目前这个研究方向还在起步的阶段。此外呢，还有这次量子日出现的 D-Wave 公司，走研发退火量子计算机和门模型量子计算机的路线，以及专注于量子技术商业化，致力于开发量子传感、量子计算和量子网络解决方案的 Inflection 公司。我们在技术上就不过多的展开了，等下谈商业落地的时候会再讲到这2家公司。那么在黄仁勋集结众领袖人物的量子日上呢，除了对技术路线上的非共识，也有一些共识的地方，那就是规模化 scaling 是接下来市场发展的重要方向，以及商业落地是探索核心。
Well, I think that it's really important to just keep scaling. I think that Pete's probably right, that some of the biggest problems you have to work on that are actually going to change the world are going to require millions of qubits. And so you have to make sure that you are scaling your quantum computer really, really fast. We don't want Moore's law scaling of factors of 2 or root 2. We want factors of 10, and we want it every few years, and that's what we do at Atom Computing. I think that, in the end, there are people who are using quantum computers now, who are making progress, who are finding useful problems. But I think when you talk about utility scale, these things that are going to change the world, you have to get to 1 million. 而从现在到100万量子比特的路途上，一并发生的还有对量子技术的应用和商业化探索。那么从以上的不同量子路线的探索，我们可以看出啊，科技大厂、初创企业还有政府呢，在并行发力。像 IBM、谷歌、微软、亚马逊这些公司通常拥有着雄厚的资金和科研团队，能够进行大规模的芯片制造、系统集成和长期研发。虽然进展较慢，但是追求的是根本性的突破。大厂的优势呢，在于整体规划、资金投入和跨学科协作，但是在某些非常前沿或者风险较高的技术上，可能就会更加的保守。那政府资助项目呢，通常覆盖基础科学研究、人才培养和长远战略目标。这些项目往往聚焦于原始创新，资助大学和国家实验室开展前沿实验，比如说中国的国家量子实验室、欧洲的 Quantum Flagship、美国的国家量子计划等等。政府项目的特点呢是资金充足、目标明确，比如说实现量子通信、量子传感或者初步的量子计算原型，但是在商业化方面进展较慢。最后呢，初创企业在量子技术领域通常专注于某个具体问题或者技术的细分市场，他们的优势呢在于灵活、创新和敢于冒险。比如说在中性原子平台上 Atom Computing、Pascal、QEra 等初创企业就可以更快地尝试新方法，优化激光控制系统和扩展原子阵列。在光子量子计算领域 ，PsiQuantum 和 Xanadu 正在以非常大胆的规模目标来进行芯片化设计，而在硅基和自旋量子比特上，也有一些初创企业利用现有半导体工艺迅速地迭代产品。初创企业往往在市场中起到颠覆者的作用，他们能够以较低成本尝试一些大厂不愿意承担的风险项目。虽然初创企业规模较小，但是他们的创新速度快，技术路线灵活，可以在一些细分领域实现突破，甚至推动整个行业的进步。当然，对于风投资金支持的初创公司以及已经上市的量子概念股公司来说，大规模资金和人力投入需要长时间稳定的回报，而他们必须更快地转向市场应用，比如说云端接入、特定问题优化等等，为大厂的整体战略提供新鲜的思路和技术验证。而对于目前头部企业的商用落地和收入情况，有这么几个大方向啊。首先呢，就是直接卖量子计算机整机以及对应的量子计算云服务。上市的3家公司就是 IonQ、D-Wave 和 Rigetti， 这3家公司的营收都多多少少来自于和政府的订单，有卖云服务的，有卖真机的。这就是为什么能看到他们的这种 quarterly earning 的这种 fluctuation 会非常显著。D-Wave 最早的时候就是以卖真机出名的，它最早的是卖给洛克希德马丁，然后第2台是卖给谷歌和 NASA 的一个联合体，它就卖真机。但是他知道卖真机的时候，他的财报就会有这些 spike 和这些 value。那他为了去 smooth 这些 curve 的情况下，他一定是以云服务为导向。IonQ 和 Rigetti 更多的是把他们的真机在AWS 和 Azure 上进行一个分享，乃至于其他的云吧，这是按时的一个收费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第2个收入来源的大方向呢，是与大企业客户、实验室和研究机构来进行合作。另外呢，就是通过和潜在的甲方进行做POC 就是 Proof of Concept 的一些研究，也会收取不小的顾问费用。是这么他们的收入大概是这些部分组成的。而最后的大头来源就是国防订单了。最后呢，就是参加国家的 ARPA 或 DARPA 的一些计划，他们会直接收到的是科研的一个经费。虽然这个被纳入叫非营收入，但是也算是收入的一部分。这是3家上市的公司。而非上市的初创企业们，他们的收入来源呢会更丰富一些，也会更垂直一些。比如说 Inflection 这家公司。Inflection 就很微妙了。它有大量的国防部的一个订单，就来自于就是 NISC 会对它的原子钟进行采购。Inflection 其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供应商，这是第一。第二呢，是它在这个光学器件上，其实
中性原子和离子阱几乎是一个亲兄弟的那种感觉，它们所共用的器件的公用度可能会去到30%左右 ，roughly。所以的很多器件它可以做出来，既给离子阱用，也可以中性原子用。所以的话，它在器件上面也做了很多的一个努力，他们会做收费的联合研发，他们会提供器件，会定制化的一些器件，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就是美国政府在过去的一段时间，在我们叫 Position Navigation Timing PNT 的这种采购上面有很大的一个订单会出来，就 Inflection 得到 DARPA 和 ARPA 特别是在这一块的收入是不小的组成部分。Q2 是因为上了 AWS 的云，然后在 AWS 上有2种云，一种是 Digital 的 Quantum Computing， 一种是 Analog 的。在 AWS 上 Analog 的 Quantum Computing 的 Quantum Device 就是 Q2， 它用 Q2 进行模拟分子的运动就特别好，所以的话 Q2 会在 AWS 和其他的几个量子云上得到不少的一个收入。其他的就很多公司都有一些特别的它的过人之处，包括硅谷1011第一期关于量子的那家公司 Anyar，他们的一个量子芯片的一个制程，其实也是他们自己的一个杀手锏，是从他们之前的实验室延续出来的。所以他们在做自己量子芯片之前，就为别人家做量子芯片，就是设计和开发量子芯片，就已经能赚到不少的很丰富的一个现金流。这也能造成很多公司在有现金流的这个过程当中都是非常健康的，是这样而来。所以的话，他们的融资有压力，但是他们也不能叫自给自足吧，但是也能产生一些显著的营收吧。那最后呢，我们把这3种营收模式中的第2种再单拎出来拓展一下。那么说到商业应用上，其实前沿科技领域的行动往往会比大众想象的要快一些。我知道在上一期我们的评论区有很多人觉得量子计算应用还是炒作噱头和 PPT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我们确实已经看到了很多商业上的尝试。目前量子计算公司的甲方客户呢，就包括了比如说药物研发材料设计、优化问题这些方向。这能够让量子化学、量子金融、量子路线规划、量子加密和量子超距传输等应用正在快速的被实验。同时呢，量子赋能 AI， 甚至呢被 AI 反向赋能，也在业界呢出现了巨大的进展。那么这一点我们在上个视频当中也有提及。AI 与量子的结合发展，我们的嘉宾也有进一步的补充。就是量子与 AI 之间的一个结合，基本上是有3种状态和3种模式。第一种呢是用AI 去辅助量子计算机的早日实现，包括接下来英伟达的量子加速中心都是为这件事情做的前期铺垫。那第2点呢叫做量子启发式算法，就是把在量子里面所得到的启发用经典的计算机进行一个执行。那第3种呢就是量子 AI 的实现化。那这个步骤呢又分为2步，一个是混合式的，一种是纯量子式的。我特别相信接下来很多这一种 hybrid， 我们用 AI 作为加速器的一部分，在整个算法当中作为加速的一部分来进行提高，会有显著的一个提高。而且在接下来很多超算中心多多少少都会引入量子硬件或者我们俗称的叫 QPU 进行一个混合的一个搭建，为未来的这一种量子计算和 AI 的真正是无缝连接进行一个前期的一个铺垫。那一线研究人员就告诉我们利用量子神经网络生成传统大模型 AI 的参数呢，可以造成100到1000倍的大模型参数高效压缩。同时呢，利用传统 AI 辅助量子模型的训练优化和量子噪声纠错呢，可以让量子模型适应大数据应用。也就是说呢，纯量子的纠错技术和纯量子的机器学习发展呢，过分依赖于量子硬件，但是呢，通过 AI 的辅助，可以帮助在现有量子架构上实现量子的实际应用。那么齐军教授如今研究的领域就是让2者同步进行，将量子和传统的优势呢都利用起来。确实发现量子算力其实在推动某些 AI 技术上面，它具有一些传统计算不具有的一些优势。所以我们搭建可能第3代的这样混合架构，就传统算力跟量子算力混合的这样的量子 AI 模型的话呢，就借鉴了彼此之间的长处，
我们可以让传统的 AI 帮助量子这样的模型做训练，而量子模型它擅长是快速采样、快速输出结果、快速的这样的学习，实际上之间互相有自己的优势，我们让它的优势可以互补，达到我们第3代的这个量子 AI 的一套系统。可能会发现它其实在未来的这个落地上面，我认为可能3年就会发现一些特别有意思的事情，真正找到它可以产生可以实际价值应用。我们认为 AI 赛道上跟量子相结合是一个大家需求量很大，同时也比较容易在工程上实现的这么一个事情。而 AI 和量子的结合已经在大科技企业中有着更多的尝试。AI 可以帮助量子计算产业更快的发展，在量子编译、量子纠错、数字孪生模拟器和自然语言量子编程上有多方的支持。简单来说， AI 让量子计算机更聪明、更高效、更抗造，而量子计算反之可以给 AI 带来加速，在量子神经网络、量子搜索优化算法、量子分类模型和量子生成模型方面都能够反哺 AI 的发展，在未来能让 AI 跑得更快、学得更深，解决现在难以企及的问题。那我们到这里啊，说了这么多不同的门派、不同的技术路线哈，其实总结一下，就是量子计算技术现在确实还在较早的发展阶段，所以呢才会出现没有技术共识的现状啊。但是这不就是前沿科技的美妙之处吗？尝试、合作、证明、失败，追求看似不可能的路径，被挑战、被质疑，慢慢的科普，慢慢的探索，再慢慢的走进大众的视野，然后去改变世界。这个过程啊可能会非常的漫长，而我们现在已经慢慢的开始看到了一些曙光。一个可行的技术路线的苗头马上就在黎明的时候，那么就是问题就是我们什么时候能够把它扩展起来，把它真正的实现，剩下的就只有是叫做工程上的技术的难题。所以说它很大概率可能是不是说你看着有一个进度条，它慢慢的每天一点一点的从10%、20%最终涨到100%，而是当你在前一天晚上睡觉还是觉得啊量子计算机现在只有100个量子比特，什么也干不了，但是你明天早上起来 Google 就 announce OK 我们现在造好了对吧？所以这个时候是人们可能会 expect 这是一个非常迅速发生的事情，就像 ChatGPT 被挂在网上让大家都能使用之前，很多人都不知道这是个什么东西，然后它有什么用。但是呢，当它这个东西一旦 open to everybody 的时候，那么所有人都马上就知道，哦，我们的生活被改变了。好了，以上就是我们硅谷101聊量子计算的第2期视频了。当然，这个垂直的赛道呢，我们还会继续的深挖下去。欢迎行业从业者继续的联系我们，跟我们一起来追踪接下来的技术发展和行业趋势。那么这期视频真是有点干啊，但是希望呢大家觉得有所收获。你们的点赞、留言还有转发是支持我们硅谷101做好深度科技和商业内容的最佳动力。我是陈倩，那我们就下期视频再见啦。